在疫情期间，韩国某些教会因为在疫情期间不遵守防疫规定，导致病毒蔓延，让很多韩国老百姓愤慨。韩国教会又出事了，这次倒不是因为疫情，而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性剥削和劳动剥削。受害者家属惊呼，这所教会就像人类繁殖场。根据韩国 SBS 电视台我想知道真相栏目播出了一集节目，名叫一座名为天堂的人类农场鞍山 Y 教堂的秘密，揭露了一系列发生在教会的阴暗罪行。被曝光的教会位于韩国京畿道鞍山市，被称为 Y 教堂。教会管理者吴牧师及其家人就是策划一系列事件的元凶。事情的起因是2020年12月，3位20多岁的女性指控 Y 教堂的吴牧师对他们进行性剥削。受害人的女孩们，她们从小学起就在教堂被洗脑，受到吴牧师及其家人的监禁和性剥削，被拍摄性虐待的视频。吴牧师甚至强迫信徒赤裸身体在地上爬行，还强迫信徒中的母女之间进行性行为，混乱程度不堪入目。时间倒回10几年前，这些受害者还是小学生，就被父母送到吴牧师的 Y 教堂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那时候教会打着托管儿童的名义，鼓励家庭和孩子一起做善事，表面看起来温馨又正规。有很多父母觉得把孩子托付给 Y 教堂比他们自己教育更好，希望孩子从小一边接受宗教教育，一边上学，过集体生活。显然初衷或许是好的，但没想到掉入了吴牧师的陷阱。其实吴牧师根本不让孩子们去上学，有些孩子连小学都没毕业，每天要做的就是打零工挣钱，比如包装口罩或者折购物袋，挣的钱都要上交。长期封闭的集体生活给了吴牧师可乘之机，对受害者从小进行洗脑。他将这些女孩称为灵脉，意思是要通过为他提供性服务来忏悔并洗刷性罪孽。这些未成年人被长期囚禁在教会，时不时遭受吴牧师的性虐待和性剥削。同时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服侍吴牧师，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。专家分析说，吴牧师的 Y 教堂比之前震惊韩国的某号房事件更可怕。他们不但对受害者进行劳动剥削和性剥削，还通过洗脑让受害者产生虚假的回忆，进行精神控制。比如吴牧师本人牙齿掉光，所以他也强迫一些教会信徒拔掉牙齿，被洗脑的信徒竟然就听之任之。简而言之，灵脉就像吴牧师的仆人和性奴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纠集了一批人替他敛财，被称为水脉。Y 教堂赚钱的首要方法是搞教育培训，在鞍山当地开设补习班、自习室和培训机构。据说这些机构都由吴牧师的教会资助，当地90%的补习班都是他们组织的。他们在鞍山各个地点发传单宣传，补习班的传单上还附着教会的传单。最初由吴牧师的弟弟创办了一些补习班。Y 教堂发现办教育能赚钱，就将私立教育确立为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，逐渐将生意从补习班扩展到自习室、培训机构，甚至学校。老师都是 Y 教会信徒，也就是所谓的水脉。办教育不但能赚钱，也能帮 Y 教堂培养被剥削的后备力量。吴牧师的弟弟负责这件事，他每周末都会举办儿童聚会，把一些孩子请到吴牧师家中，让他们听吴牧师洗脑。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孩子，吴牧师弟弟会跟他们洗脑说，如果你们帮助我，将来就让你们飞黄腾达，尽享荣华富贵。吴牧师弟弟称这是成功学训练，其实就是从小洗脑，对他们说只有脱离跟世界的联系，才能在精神上登上更高的台阶。这些被洗脑的孩子未来也会变成 Y 教堂的水脉，他会让孩子们制作、发放传单，等他们高中毕业后，劝他们放弃上大学，接管补习班，鼓吹自己做生意才能赚钱。其实他们赚的钱最终还是会捐给 Y 教堂。
节目组记者在暗访时去 Y 教堂办的培训机构咨询，见到了吴牧师弟弟的妻子。他劝记者说，如果你来当家教，比当上班族挣得多，来吧，自己干吧。不过 Y 教堂办的学校开业没多久，就因为经营困难倒闭了。最惨的是那些水麦老师，他们不但没拿到该发的工资，甚至还欠教会钱。据学校副院长说，这些老师月收入300万至700万韩元，约合1.76万至4.09万元人民币，挣得不算少。但是他们都需要向外教会捐款，没拿到工资就没钱捐款，债务累积越来越多，有些人不得不贷款，甚至找父母借钱。那么水麦需要给外教堂捐款多少呢？举个例子，曾有一位水麦在3年时间内向吴牧师的妻子捐款高达1亿韩元，约59万元人民币。如果水麦借了贷款或者其他债务，那他们的经济损失就更大了。吴牧师一伙人只允许他们使用2G 手机，不让他们跟外界联系，以防察觉出异常，不断压榨更多钱财。记者暗访时见到了7位水麦，他们都有不良信用记录或破产。即使有人月收入超过1000万韩元，约合5.85万人民币，还是还不完债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即使知道自己被剥削了，但没还完债，他们就无法逃离外教堂。有人在逃离外教堂之前的5到8年，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，为了避免被体罚，只能不停工作。而且万一水麦没能按时捐出规定的钱，还要接受毫无尊严的羞辱。吴牧师的妻子会定期组织黄金会议，目的就是批斗羞辱这些没完成任务的水麦，让他们在会场互相殴打，或者用其他方式互相惩罚。最过分的是，会逼迫他们将狗屎或人类粪便互相涂抹到脸上。一位水麦透露说，他们让我带着狗屎去，一边抹一边哭，太痛苦了，我只剩掉眼泪，我不想这样做。我还要带上自己的粪便备用。我被洗脑了，根本想不到要反抗。水麦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给教会，最后落到吴牧师及其家人手中，让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。吴牧师在鞍山有一座豪华的乡间别墅，房子外停着一排高级进口汽车。他们家有上百块昂贵的手表和一些奢华珠宝。如果不是靠水麦敛财，凭普通牧师的收入肯定买不起这些奢侈品。看到这儿，估计大家会纳闷，既然难以忍受被剥削和羞辱的生活，为什么水麦不找机会逃跑，彻底脱离外教堂呢？原因主要有2方面。一是节目开始提到的洗脑，吴牧师及其家人长期对信徒进行洗脑，让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被剥削了。另外，他们还想出一个毫无人性的办法，对这些替他们敛财的水麦进行控制。有一位妈妈向节目组爆料说，她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就离家出走，从此杳无音信，她非常思念女儿。5年之后一天，她偶遇女儿，才知道这几年发生的事。原来女儿也是被外教堂洗脑后变成信徒，离家出走后没几天，她就被教会安排跟另一位信徒结婚，生了2个孩子，被找到时也在怀孕。教会还命令她跟不同人发生关系，每3年就要生1个孩子。父母听说女儿的悲惨遭遇后，都觉得非常可怕，我们的孩子就像住在一个人类繁殖场一样。记者暗访时，一共遇到5名有类似遭遇的女性信徒，了解到他们被迫结婚生子的幕后真相。原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水麦进行控制。这件事是由吴牧师的妻子策划的，他会找一些年轻的水麦，有男有女，给他们指定结婚对象，举行集体婚礼，然后在吴牧师妻子的陪同下去济州岛，白天度蜜月，晚上啪啪啪。尽管已经结婚，但这些水麦不能像普通夫妻一样自愿发生性关系，他们只能按照吴牧师夫妇的命令，在规定的日子见面，并且在女方的排卵日发生性关系，结束后还要报告。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让女方尽快怀孕。
怀孕和生产过程中，女方的待遇也很惨，得不到应有的照顾，还要继续干活。有人分娩前30分钟还在发传单，甚至刚生完孩子就被催促起来干活赚钱。目前确认的有15对水脉夫妇已经生下了孩子。有了孩子，外教堂就有了控制和要挟他们的砝码。教会不让他们的孩子领取各种福利，比如国家发放的补助和福利，然后用让孩子挨饿来威胁父母，让他们老老实实替教会卖命。另一种办法是让结婚的水脉夫妇假离婚，这样他们就变成需要抚养小孩的单亲家庭，能领取国家对他们的特殊补贴。有个别水脉醒悟后逃离外教堂，但因为已经生下小孩，后续还有一系列的麻烦。比如一位水脉想逃跑，他跟妻子聊过几次，想带妻子孩子一起走，但妻子执迷不悟，表示永远不会离开教会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自己逃出来，最终跟妻子离婚，还不得不放弃孩子的监护权。离婚后，妻子跟前夫的一位朋友结婚了，朋友也是教会信徒，还曾是前夫带出的徒弟。另一对逃出教会的水脉夫妇哭着说，他们没能带着孩子一起逃出来，感觉非常抱歉，因为他们当水脉时欠了不少债，根本没钱抚养孩子。可怕的是，水脉夫妇生下的孩子从小也会接受洗脑，在跟父母相同的环境下长大，其中女孩子未来也会成为教会性剥削的对象。能建立这么复杂的教会，管理这么多信徒，让人不由得好奇，这位吴牧师是何许人也，哪来这么大的能力？一位记者20年前报道过吴牧师和外教堂。2000年11月，他见过吴牧师。对吴牧师的第一印象是他身穿昂贵的衣服，可以算是奢侈品，还戴着一枚戒指，上面镶的红色宝石像一块糖那么大。我当时以为他所在的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堂。虽然外表很唬人，但吴牧师的身份完全禁不住深挖。鞍山当地宗教协会的一位官员表示，吴牧师现在根本不是牧师，他20来年前就因为曲解教义被教会开除，也被宗教协会除名了。吴牧师其实已经不能称为牧师了，而且吴牧师管理的外教堂从未在当地宗教协会注册过，也是违规的。专家表示，外教堂根本不能算宗教团体，这就是一个封闭的犯罪组织，打着圣经和宗教名义满足某些人的一己私利。所以不难看出，吴牧师及其教会的罪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，貌似从20多年前就开始了。这么多年一直没被揭发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在之前的20多年里，社会有3次机会阻止吴牧师的罪行。第一次是大约20年前，一家媒体对他们表示过怀疑。第二次是2013年，一位17岁的灵脉举报过外教堂。第三次是2017年，有当地居民怀疑外教堂不让那些孩子上学，以虐待儿童为由进行过举报。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件事一直没有得到重视，错过了3次挽救受害者的机会。吴牧师和外教堂干了20多年肮脏的勾当，却从没受到过任何惩罚。这一次通过受害者举报及节目曝光，吴牧师和外教堂终于引起人们的重视。目前，吴牧师因违法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法已经被逮捕，不过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之前节目记者去吴牧师家采访，一听说记者的身份，吴牧师就拒绝开门，避而不见。后来在法庭上，吴牧师坐在轮椅上一直保持沉默，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三缄其口。而且被告吴牧师一方也提供了一些有力证据，比如吴牧师的照片，证明他无法自如活动，只能卧床，以此证明吴牧师身体虚弱，不可能实施性虐待。在当今社会，邪教往往披着宗教或信仰的外衣，通过洗脑、控制和剥削弱势群体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们不仅摧毁了个人的自由意志，更能毁灭一个家庭，甚至影响整个社会。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，
许多受害者在陷入其中后，失去了金钱、时间，甚至是亲人，无法自拔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持警觉，时刻认清那些表面看似光明，实则暗藏危机的团体。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鼓吹绝对服从、排斥批评思想的组织。保持独立思考，珍惜与家人朋友的真实情感，才能避免走上误入歧途的道路。请捂紧自己的灵魂和钱包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